爹爹死了3天了，但我没钱买棺材，幸好是冬天，尸体不容易发臭。我准备卖了自己，就像当年的阿娘一样。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我记事起就从未见过阿娘，只从隔壁花大婶嘴里知道，她为了给阿爹治病，卖了自身给人牙子，不知道被带去哪了。可惜最后爹爹还是病死了。爹爹死的时候瘦的就剩副骨头，嘴里还在念着逃逃。我知道那是阿娘的名字。家里早就没钱了，该借的也都借遍了，连副棺材都置办不起。我准备跟娘亲一样卖了自己。我找了村里的王婶，可她瞅了我半天，摇摇头，还是让我走了。大概是嫌我卖不上价钱吧。唉，我可真是没用。等我到家，花大婶隔着很远就在喊我：哎呦，蜜儿，你去哪了？快点，你家来贵人了。我被她拉着往家跑，第一眼便看到院外立于梅树下的金贵男子。他可真好看，比集市上唱大戏扮演的书生还要好看。只是这般金贵的人来我家干嘛？我局促地站在院子里，一位穿金戴银的嬷嬷看着我，地上的积石我没来得及打扫，她一点也不嫌弃，还用那么好的帕子给我擦跑出来的汗。我很不好意思。你叫沈蜜是吧？她亲切地问我。我点点头。可怜的孩子，我和你娘同在侯府伺候，是好姐妹，你可以叫我刘嬷嬷，你娘她。原来我的娘亲竟比爹爹死的还要早。你娘照顾过世子，这次我们也是碰巧路过这，才想起来这是你娘的故乡。这是60两，10两是我给你的，另外50两是世子赏赐的，你收着，好好养活自己，有能力的话，去京都拜拜你娘刘嬷嬷，将1袋子银钱放到我手里。60两，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多谢嬷嬷现在这情况，我根本无法拒绝。不用谢我，要谢就谢我们家世子爷吧。我被领到院外，那位世子爷正拿着梅花枝看着，手指白白嫩嫩的，竟比梅花还好看。快磕头啊！刘嬷嬷小声提醒着。我赶紧跪下，毕恭毕敬地磕了头，谢谢世子。头也不敢抬。世子只是淡淡地说了声不必，那声音我形容不出来，只觉得说不出的好听。梅花枝落到地上，花瓣散了一地，世子似乎回到了那辆豪华的马车上。嬷嬷，出发吧。是刘嬷嬷扶起我，跟我简单告别后，一群人上马的上马，上车的上车，迅速离开了。我捏着手中的60两，只觉得像是在做梦。拿着世子和刘嬷嬷给的60两，花20两在镇上买了个带后院的商铺，聘了花大婶与我一起卖豆腐，日子久了，生意也算是不错。许是吃得好了，我的模样渐渐长开，竟也有好几个媒婆上门，要与我介绍人家。我并不想成婚，便以年岁小为由，通通拒了。想着攒够了钱，再等1-2年，便去立个女户。花大婶边磨豆子边数落我，觉得我不该拒绝，好歹也应该去看看，万一遇上个好的呢？不过我左耳进右耳出，已是习惯了。收到京都给我的信件，我是诧异的。我不认字，信是找街角的老先生念的，拗口难懂，老先生翻译了下。大致意思就是什么魏国侯府有难，希望我能出手相助，落款是刘四娘。我也是懵了，魏国侯府，刘四娘，应该就是当年的刘嬷嬷吧？可找我有什么用？我一个丫头片子能干嘛？想了想，不管怎么样，还是得去一趟。阿爹说过的，做人要懂得报恩。毕竟，如果没有那60两，阿爹入不了土，我也不能活下来。把身上所有的银钱算了一下，留下给花大婶做生意的钱，其余的兑换成银票缝在破旧中衣里。交代一些事情后，我便跟着镖局出发北上。水路加上马车，整整20来天，在我吐得不行时，京都终于到了。不愧是京都，比我住的小镇要繁华很多。不过我没心思关注那些，找了个便宜的客栈住下。我开始打听信里所说的侯府，找到街口一个卖菜的大婶，花了20文，知道了信中魏国侯的消息。魏国侯，今上五皇子的外租，因支持五皇子谋反篡位，前几日府上30余人皆被金上处死，五皇子监禁终身。念在魏国侯祖上有恩于朝廷，金上开恩留下了2位公子。不会吧？人死了？那刘嬷嬷呢？
我又花了点钱，打听到除了魏国侯夫妇尸首在义庄以外，其余人都丢到了乱葬岗。晌午，我拉着借来的板车，拖着口包棺材，按照过路村民的指示，来到了乱葬岗。远远的便听到前方密林里似有似无呜咽的哭声。刘嬷嬷对我有恩，我不能让她暴尸荒野，可我也不敢让别人帮忙，怕给自己惹出什么乱子。天子脚下，随便一个人都能踩死我。乱葬岗附近人迹罕至，荒凉无比，我自小对这块胆子大。为了给阿爹治病，还瞒着他捞过几次尸，因此走的倒是一点都不怵。呜咽的哭声断断续续，我有点好奇，便沿着传来的声音拨开那些纠缠在一起的树枝藤条，想看看到底是谁。路很难走，见或还能看见或者踩到一些年代久远的尸骨。拨开杂乱的树枝，视野开阔处，尸山伴随着恶臭。一个小小的人儿正奋力地拖着一具扭曲变形的成人尸骸，尸骸脖颈处一道深紫色的勒痕。小人儿咬紧牙根想要往前走，却因为没力气，走一步甚至得跌2步，破烂衣服露出的部位甚至已经磨烂出了血。我不敢想象一个小孩是怎么克服着恐惧，在这里搬运着尸骸。抬头看向不远处，有一个挖好的浅坑，旁边已经有好几座新起的坟包。潮儿不怕，潮儿是魏国侯府的男子汉。小孩又一次跌倒。咦，他刚刚说的是魏国侯？小人儿对我的出现很是诧异，他害怕地爬起来就想逃跑，被我一把抓住。放开我！他抗拒着，大喊大叫。见状，未免伤害到他，我只好放开他，并向他解释：你别害怕，我不是坏人，我只是听到你说你是魏国侯府的人。他还是一脸的怀疑，我只好把我的来历和情况一一向他说明。他安静下来，倒没有再次大喊大叫，擦去脸上的灰尘眼泪。他认真看着我：你真是刘嬷嬷喊来的？我点点头，我想我应该是。小人面无表情，用手指了指其中一具尸体，嬷嬷在那。绕回原地，将板车沿着大路拉过来，薄棺有点重，我龇牙咧嘴拖着往前走。小人看了我几眼，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上前帮了我的忙。我猜这个小孩可能就是卖菜大婶口里所说的魏国侯府活着的2位公子之一吧。尸体早已腐烂，双眼充血，似乎死不瞑目。天气炎热，整个乱葬岗一股腐烂味，倒是成了苍蝇的好去处。我只有一副棺材，只能帮刘嬷嬷一人。接着，我和她一起开始挖坑，埋葬其他人。小人似乎没想到我会继续帮忙，半晌轻声吐出2个字：多谢。若不是我耳尖，怕是听不到。即使有了我的帮忙，挖坑埋人也是忙到了傍晚，我一身臭汗，累得气喘吁吁。数了数13个坟包，我不解，卖菜大婶不是说有30几人？小人解释道，还有一些是家里还有亲人在的，早已将尸首运回家埋葬，剩下的这些都是无亲无故的孤家寡人。这些人都是家生子，对他都非常好，他不能让他们做孤魂野鬼。我问他知不知道我阿娘的墓在哪，他告诉我，阿娘当年似乎是在别院里病死的，也就被葬在别院附近的山上。只是现在那个别院不属于魏国侯府了。无奈，看来这次是祭拜不了阿娘了。我在刘嬷嬷坟前跪下，将带来的纸钱元宝点燃，小人儿默不作声跪在了我的身后。天色渐暗，纸钱也烧完了，我深深磕了3个响头：刘嬷嬷一路走好。稍微收拾了一下，我起身准备离开，可看着身边站着的小人儿，有些不忍。准备去哪？小人儿见我问他，抬起泪眼弯弯的眼眸，扑通一声朝我跪下，哀求道：姐姐，求求你帮帮我，求求你救救我哥哥，哥哥快死了，求求你了。悲凉的哭声响彻树林。哥哥，是那个世子吗？我叹口气，抱住他不停磕头而颤抖的身子，用手指抹去他的泪痕。别哭。天色已暗，我打着火把，名叫韩木朝的小人儿带着我在巷子里左绕右拐，终于来到了一个衰败的破庙前，门窗皆已损坏，瞧着像是张着大口的怪物。小人儿脚步不停，飞快地跑进去，我急忙跟在后面。环顾四周，破庙的最右边地上似乎躺着个人。哥哥，潮儿回来了！小人儿飞扑过去，我将火把固定住，轻步走上前。
一股子难以言说的气味充斥了鼻腔。火光照耀下，我根本无法将眼前装若乞丐的男子与几次出现在我梦境里的男子相联系。躺着的那人眼窝脸颊深深凹陷，瘦脱了相，头发长时间未打理，结成了一团，破烂的血色中衣上显现一道道鞭痕，伤口早已结了痂，而他的双腿膝盖处竟肿了碗口大小的包。更可怕的是他的双手，此刻不自然地外翻着，只有左手稍微好一点，但也同样红肿。我心里惊颤，这似乎是被人活生生断了手脚。哥哥，你快醒醒，有姐姐来救我们了！小人叫了好几遍，甚至摇了摇哥哥的身子，却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滚烫。不好，他发烧了。小人被突发的情况吓得不知所措，猛扑在哥哥身上，大声哭喊：哥哥，你不要死，不要丢下潮儿一个人。我心想，烧成这样得赶紧找大夫。找到一个破瓦罐，去院里的井里打了水，找了块破布当作汗巾，先将世子的身上污垢清理了一下。没办法，某些味道特别难闻，我也怕他烧得太狠，先用水给他降降温。没有多余的衣物，只好将原先的衣服洗了下再穿上。亏得从小活做得多，此刻病重的世子我才能背得动，不过他还是太高了，一双大长腿险些拖拉在地上。不许哭，拿着火把去最近的医馆。小人抽噎着，可也知道就哥哥命要紧，高举着火把在前面带路。接连敲开好几家医馆的门，可对方一看到世子身上带着鞭痕的血衣，没听我们说完就关上了门。背上的温度越来越高，呼吸却越来越弱，我急得头顶都快冒汗，整个人也因为长时间奔跑热得不行。我大口喘着气，手臂酸痛发抖，渐渐没了力气。好几次世子都差点滑下来，只能咬牙坚持着。小人见状，一只手举着火把，一只手在后面用力拖着。爹娘，耳边传来气若游丝的声音。在我们绝望时，终于有一家偏僻的医馆打开了大门，我高兴得都快哭出来。坐诊的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大夫，他看到世子的惨状，皱了皱眉，但还是放我们进来了。我和小人连连感谢，老大夫只是摸了摸胡子，笑着说了句：医者仁心，这是老夫该做的。老大夫一点都嫌弃世子脏乱，吩咐我们小心地将人放置在榻上，褥子立刻被染得乌漆麻黑。我很不好意思，连连表示会赔个新的。老大夫摆摆手，说洗洗还可以用。我很感激，感慨总算是遇到个好人。看着老大夫搭脉时皱着眉一筹莫展的表情，我和小人儿心头均是一颤。不会是没救了吧？好一会，老大夫才放开搭脉的手，回到桌旁开始写药方，同时吩咐我继续用凉水敷额头，温水擦颈部和身子，以防高烧烧坏脑子。忙活了一晚，又捏着鼻子灌了药，世子的烧终于退了。烧是退了，可人还是没醒。没法子，我们只能继续蹭在老大夫的医馆待着。老大夫私下告诉我，世子的伤很重，鞭伤先不说，双腿腿骨和右手腕骨被人活生生打断，左手经过休养，大致能稍微活动，但其余肢体想要恢复，以他的医术基本办不到，他只能开点药，尽量不恶化。说完叹口气，眼神怜悯地看着我，我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又过了一天，世子还是没醒。许是看我们太过可怜，老大夫在后院闲置的空房内用破木板搭了张床，我退了客栈的下等房，三人就这样临时蜗居在此处。小人儿寸步不离地守在他哥哥身边，生怕他哥哥死掉。我看着兄弟俩破破烂烂的衣身，叹口气，去布庄买了2套粗布成衣给两人换上。世子之前给的50两还剩30两，除去回家的路费，等他醒了，我打算还给他，也够他兄弟用一阵了。又想起来，似乎小人的父母还没有被安葬。果然，我一问他，他立马就哭了，又扣了2两，订了2口中等的棺材。拜托老大夫的徒弟暂时照顾下世子，我领着小人儿，请了专门从事丧事的知宾几人一起来到义庄。看人下牒的看守人敲竹杠，非要1两银子才肯放人，我求了半天，那人死不松口。看着小人哀求的目光，我咬牙给了，才顺利将魏国侯夫妇的尸首带出，心里却在暗骂：1两银子，这人心真黑。
知宾就地将魏国公夫妇的尸首清理完毕，穿上带来的寿衣，吩咐手下人抬进棺材并封棺。宽大的板车上并排放着2具棺木，小人儿朝着棺木跪下，声音颤抖着深深磕了头。不孝子穆朝给爹娘叩头，儿子无能，现在才来接爹娘，请爹娘原谅儿子。又是连续2个响头，抬起时额上已是有小块淤青。我站在一旁并没阻拦，因为这是他身为人子该做的。叩首完，小人儿转而面向我，一脸感激朝我拜下。姐姐大恩，朝儿没齿难忘，愿做牛做马，衔环报恩。我赶忙上前扶起他，轻轻擦去伤口处的细小沙石，我叹了口气。遵从小人儿的意见，我们一群人并3副棺木，朝着乱葬岗出发。他想把爹娘同侯府其他人他们葬在一处。忙活了整整1天，等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去时，老大夫的徒弟一脸惊喜地告诉我们，世子醒了。小人儿瞬间有了力气，利索地跑进房间。我磨磨蹭蹭地跟在了后面。说实话，真有点怵他。屋里传来小人儿叽叽喳喳伴随着哭泣的说话声，想了想，我还是跨过了门槛，毕竟还有30两要还他。我进门的动静被他听到了，床上那人的目光一向我后又淡淡收了回去，那双眼与1年前的清冷疏离相比，现在瞧着就像是一潭污浊的死水，腐臭发烂，毫无生机。我的直觉让我想到了阿爹。小人儿替我做着介绍，一边将我最近做的事说了一遍。在听到爹娘已经入土为安时，他面无表情的脸上有了一丝动容，抬眸看向我的眼神也有了一丝波澜。谢。许是长时间未说话，他的喉咙嘶哑，发出的声音也不如1年前好听。小人儿仍旧叽叽喳喳地说着，可他又恢复了原样，垂下了眼眸，只是安静地听着。老大夫说，世子这个伤养得最快，估计也得1个月。我想着他们兄弟总得有地方住，便花钱在医馆附近租了个房子，1年租金1两，真贵。拜谢完老大夫，付完诊金，我拎着包袱，拖着板车将世子兄弟带回租的房子。房子不大也就，只一间正屋厨房和偏房，好处是自带一个小院子。小人很高兴，到处摸摸看看，兴奋得不得了。我将世子和小人安置在正房，偏房收拾出来自己住。打开包袱，将银票从中衣里拆出来。小人出去探探周围，我走进正屋，撩开破旧的半截门帘，世子正躺在床上，看着漏风的窗外发呆。他的双腿和双手被老大夫用木板缠绕着固定住，感知到我的到来。他偏头看向我，仍旧平平淡淡，好似一切都无他无关。我走上前，将窗户推开，一丝阳光倾洒进来，光缝中能看到跳舞的灰尘。屋外一棵板栗树被风吹着哗啦啦作响，再不久就可以吃板栗烧鸡了。我拿出银票放在他左手边，只是还是不太敢看他。这是您当年给我的，我用了一些，剩下的您收好。一片寂静，他没任何反应。抬起头一看，他又看着窗外发起呆。好死不如赖活着，就算不为了你自己，为了潮儿，你也得活下去啊。你是他唯一的亲人了，我不太会劝人，也只会说一些大家都会说的话。果然，这些话对他无用，他还是没反应。我叹口气，将银票塞到他枕头下，动作有些许粗鲁，凑近看。这几日的休养，他比之前乞丐样看起来要好了许多，挺英俊的。看向窗外，小人正欢快地跑回来，快晌午了，我得去厨房做饭。临出门，微弱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求你替我照顾潮儿。我停下身子，撩门帘的手一顿，却也没回头。我不答应，他需要的是你，不是我。说完，我径直去了厨房。可是从那天开始，他开始拒绝吃饭喝药，小人哭着闹着求他，他却只是倔强地看着我。我实在是气不过，脾气上来了，硬是把嘴掰开喂，可最后还是被他给吐出来。整整3天，他几乎滴水未进。小人的眼泪都快哭干了，他也只是平静地说声：“潮儿，大哥这是解脱。”又过了2天，他已经陷入了半昏迷。我只能趁他睡着，强制喂了点米汤。他的嘴唇因为长时间没喝水，早已破裂。小人红肿着眼睛，扒着门框看着，短暂地清醒了过来，仍是一句话不说，
只是面露乞求地看着我。我叹口气，真是服了，我答应了，我会带他离开这里。听完，他朝着我璀然一笑，仿若全世界的星河都在他眼中。多谢。棺材铺的老板现在都认识我了，因为我又订了口棺材。打了水，细细将它清理了一遍，拆掉木板和绷带。小人哭着为他在外面穿上寿衣，他却笑了，之后又愧疚道：潮儿，对不起，原谅大哥的懦弱和自私，我真的无法面对如今的自己。我会去找爹娘谢罪，你要听蜜姐姐的话，知道吗？我见识过他一丝往昔的风采，也目睹他如今的颓废。双腿尽断，大小便不能自理，确实很难受，可活着就还有希望。为什么一定要死呢？至少他还有亲人陪在身边啊。我不懂，也可惜，这些话他听不进去。因我是大客户，棺材已经被老板提前送到乱葬岗。我带上工具，拖着穿上寿衣的他，一步一步朝着乱葬岗走去。小人儿没跟来，只是朝着我们远去的背影磕了头。吭哧吭哧挖了半天，终于挖出一个大小能放一个棺材的坑。我累得气喘吁吁，灰头土脸，嘴里一股子土味。跳上来，使出全身力气，努力将棺材推进去摆好，一切准备就绪。我看向坐在魏国侯夫妇墓前的一动不动的身影，最终还是拿着家伙走上前。一捆绳子，一瓶从老大夫徒弟那买的砒霜，生怕砒霜苦，我还带了糖。我那边准备好了，你想好选哪个了吗？我将东西摆在他面前，他低头看了看，笑了，有劳。我摇摇头，蹲在一旁，等他的回答。沈姑娘，你相信我侯府是清白的吗？半晌，他突然问我。我想了一会，点点头，应该相信吧。他看着不像坏人，可其他人不一定信啊。我去外面走动时，还能听到有人在骂魏国侯府，往大门上扔臭鸡蛋呢。坟上斜插的封信钱哗啦作响，15座孤坟，无处话凄凉。哦，等下还得加一座。我动了动发麻的腿，柿子好像被定住了，垂下头一动不动，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只好无聊地数蚂蚁。哈哈哈！他突然笑得前俯后仰，吓我一跳。一生为国为民有什么用？到头来枯骨黄土，一身骂名。爹，你输了。他看着那块新铸的碑，哭得很伤心。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哭。他的眼睛通红，像是要渗出血一样，配合着身上的寿衣，像是来索命的恶鬼。我走远在地上坐下，让他慢慢发泄。沈姑娘，在我爬起，将用树枝乱画的图案用鞋擦去，小跑到他面前。他已经平静下来，转头看向我，微笑道：劳烦沈姑娘再将我送回去。我惊喜，你不寻死了？他点点头，子言想通了，谢谢沈姑娘开导。我摆摆手，不，你想通就好。那我们回去了。我小心翼翼再次征求他的意见。他点点头。太好了，我高兴地将那2件索命的家伙收回去，见货看到已经埋进土里崭新的棺材，一阵心疼，不知道挖出来半价卖掉有没有人要。沈姑娘，劳烦你将我身穿的寿衣脱下来。一言，我走上前，伸出了手却停在半空。这么清醒自如的状态下脱他衣服，我还真不太好意思。离得很近，我似乎能感受到他的体温，闭上眼，快速地将他身穿的寿衣脱下叠好，只剩下贴身的中衣。劳烦将寿衣放进棺材里，就当以前的韩子言已经死了。我听话的照做，费劲将棺材盖上，用锄头将土重新填回去。沈姑娘，子言能和你一起回家乡吗？老大夫将我们狠狠骂了一顿。我瑟缩在一旁，一个字也不敢回。世子倒是一直将责任揽过去，可老大夫还是不停数落着。重新将手脚固定好，顶着老大夫不满的视线，我赶紧拖着世子跑了，又连累沈姑娘了。傍晚，家家户户升起炊烟，我拉着板车朝临时的家走着。听完他的话，我回道：你可以叫我沈蜜。沈姑娘，沈姑娘，听着真别扭。他笑了笑，说好，蜜儿。我被他笑的耳朵有点热。你真要和我一起回家？我们那个小地方哪有京城好啊？沈蜜儿，是不是不愿意？传到耳朵的声音有些低落。不是我停下身子，
连忙回头解释，却在触及他的目光时，嗖地转回身。我只是怕委屈了你们，我还记得那辆豪华的马车，不用想也知道，他们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我那破屋，现如今我兄弟二人如何用得上委屈二字？我只是怕麻烦了蜜儿，若是蜜儿不愿意，我没不愿意。我大声打断他的话，只要你们不觉得委屈不适应，我欢迎你们。多谢。对于我们两人的归来，小人儿高兴到尖叫，他围着柿子欢呼雀跃，不停说着话，柿子一直含笑听着。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为回去做准备。柿子还是无法轻易动弹，只能我和小人伺候着。不过一般都是小人伺候的多，每次我帮忙翻身或者擦洗，都会不好意思。可后来我偶然发现他的耳朵每次都比我红，我就释怀了。镖局已经联络好，只等着他们回城时带上我们，时间刚好也有1个多月，足够柿子养伤了。柿子将原来的30两还给我，说是他们兄弟以后的住宿和饭钱。我想了想，还是收下。多了2个人，我确实需要钱。养了1个多月，柿子双腿双手的木板终于拆了，可最终的结果很是不好。双腿膝盖以下渐渐没了反应，右手的手腕也是软塌塌垂着，只有左手还能轻微抓握。我和小人都挺难过，可柿子还是满不在意。我想他不是满不在乎，只是不得不接受。临回家乡的前1日，竟来了几位贵客。那日我刚要带着小人去买菜，一身着黑衣锦衣的年轻男子策马而来，在院门前停下。利落下马后，他看着小人高声道：“潮儿，你最近怎么样？你哥哥呢？”小人只是低着头不答话。见小人这副态度，锦衣男子尴尬又有些许恼怒，故作调笑道：“怎么，谁惹潮儿生气了？”这时一辆马车缓缓而来，锦衣男子立刻起身来到车旁，一只玉手掀开车帘，一张倾国倾城的脸出现在眼前。我呆住了，这仙女应该就长这样了吧？锦衣男子上前搀扶住仙女，仙女却泪眼弯弯，饱含情意地看向小人儿：“潮儿，你哥哥呢？他还好吗？”声音婉转动听。我看向小人儿，他也看着我。这时门里传来了柿子的声音：“进来。”我俩顿时松了口气，立马窜回院里，关上门。院门外，仙女的哭泣声依稀能听到。屋里，我看着柿子面无表情的脸，有点惋惜。多么郎才女貌的一对啊，可惜造化弄人。仙女在院门外站了很久，最后被锦衣男子劝回去了。走之前敲门，给了我500两银子。我不收，小人儿从后头冲出来，抢在了手里。哥哥说拿了这钱，他与你们互不相欠。随后砰关上院门，我只能跟着回到屋内。柿子让小人儿将钱交给我，我连连摆手，这么一大笔钱，我真管不好。柿子却强硬地让小人儿把钱交给我，表示我是这个家的管家人，自然得管钱。我拗不过，心惊胆战地收下，琢磨着该藏啊。柿子却吩咐我收拾东西，今天就和镖局的人会合。我惊讶，明天才出发啊？柿子摇摇头，才以外路，此处不安全。我想想刚刚接银票时，隔壁几户人家的偷窥，确实，万一来个抢钱的。搬，现在就搬。我们终于踏上回家的路，摇摇晃晃的水路过去，终于走上了陆路。在一个中转的乡镇，我竟然看到了一种有轮子的椅子，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柿子看到后，真诚地向我道了谢。他终于能偶尔出来透透风，我感觉到他挺高兴。再回来时，院子里的桂花都开了，只另外一棵柿子树还是有点秃。原本我想给柿子和小人儿另买一处宅院，可小人儿扒着我不愿意放，无奈我只能将2人带回家。花大婶见我回来，开心得不得了，待见到柿子和小人儿时，有一丝疑惑。我小声向她解释，只说这是我阿娘的侄子，父母双亡，现在来投奔我。花大婶有一丝嫌弃，可看着柿子的腿和小人儿害怕的眼神，终究心软了。她赶紧将连着厨房的偏房收拾了出来。我本想着和他们换个房，可他们兄弟2间绝不同意，没法子，只能依着他们。柿子成了我的表哥，因为柿子的到来，我的豆腐摊生意好了不少，就又聘了花大婶的丈夫过来帮忙送货，兼带帮助柿子白天擦洗和如厕。小人儿被我送去了学堂。
一切似乎都在变好。桂花开得正盛，我每天都捡几枝放到柿子的房间。偶尔等小人休沐，我都会把柿子推出来，一起享受敲桂花的快乐。当然，他每次都会淋一头，也不生气，只是宠溺地看着我们。他的左手恢复得比较好，已经能渐渐抓握，只是还是控制不住的发抖。为了能重新握笔，他在手腕处吊上了石块，绳子总是会将手腕磨破。我忍不住感叹，真有毅力。日子一天天过去，柿子树结满了柿子，亲人去世的伤痛渐渐被抚平。冬至前夕，我将刘嬷嬷、柿子爹娘的牌位请了回来，与我爹娘一起供奉。牌位被我供奉在庙里，请和尚诵经祈福了整整100天。柿子看到牌位时，嘱咐小人儿郑重给我磕了头。柿子真正能用左手握笔写字吃饭时，已经到了除夕。我们院子的对联就是他写的。花大婶和花大叔回老家了，家里只剩下我们3人，因为他们还在守孝，我便简单做了点饭菜。我很开心，好久都没人陪我过年了。桌上，我开心地说着以后的规划，在听我说要让小人考状元时，小人沉默了。柿子笑着解释，因为涉嫌谋反，他们魏国侯府后3代不得参加科举。正月里没什么生意，但我想蚊子再小也是肉，就也没关。初8下着大雪，我正守着摊子打盹，隔壁的大婶兴冲冲地告诉我，夫子山的和尚庙来了个云游的高僧，医术很高，说不定可以治好我表哥的病，不过说不定这2日就要走了。我大喜，包好2块豆腐送给他，他满意的走了。收摊，将家暂时托付小人儿，我将柿子搬上驴车，用家里的厚棉被将它裹住，再盖上一层蓑衣。柿子让我不要去，下大雪，太冷了，况且那个所谓的高僧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不同意，非要去试试。柿子叹口气，不说话了。雪下得越来越大，我抖去车棚上的积雪，牵着驴在雪地里艰难前行。雪停了，风还是一样大，吹在脸上跟刀子割似的。我停下来，回头看看柿子，还好，除了脸上有点红，其他看着还不错。歇一会吧，背后柿子劝道，没事，不累。我是不累，走到半道，驴累了，就是不肯走。我气死了，却也没法子，只能找户人家，付了几文钱，请大婶帮忙看下，等回城的时候再来牵。柿子让我回去，我不肯，这都走了1大半了。我将拖拽的绳子套在肩膀上，肩膀勒得生疼，路上的积雪太厚，一脚下去，能没过半个小腿，鞋子早就湿透了，身上也有冷到热。我吭哧吭哧像头老牛一样走走停停，可结果却很失望。高僧对于柿子的手脚没有任何办法，我心里掩饰不住的失望。柿子却看着我的鞋，请求寺庙里的小和尚为我送点热水，因为这个事，我的手和脚都生了冻疮，痒得不行。后来还是柿子在书里找到了方法，帮我缓解痒痛。正月过后，又有媒婆上门，我以为是冲我来的，结果是冲柿子来的。女方是镇上丝绸铺的独生女，不嫌弃柿子的残疾，只要她肯入赘。柿子冷面赶走了她。我承认，我突然有一点点高兴。开春后，柿子为自己找到了一份事做，和街尾的老先生一起写信。他身姿绰约，往那一坐就是一道风景，因此姑娘光顾的特别多，生意特别好。老先生本来还不太高兴，直到柿子将所赚的都与他1/4，他就笑了，连夸柿子聪慧，字写得好。有一日，他竟带回了一只蝴蝶样式的银钗给我。我受宠若惊，连连推拒，他扔在我的桌前，推着轮车就走。晚上被窝里看着银钗，我偷偷红了脸。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过着，春去冬来。魏国侯府第2年的忌日过后，家里来了一群人，娇俏的小姑娘扑进他的怀里，哭喊着师兄。我愣住了，收回跨进去的右脚，转身走进厨房。他也看到我了，但是没有叫住我。厨房里，花大婶很为我鸣不平，她总以为我们会成为一对。我朝她摇摇头，示意她别说了。端着几杯茶，我走进正屋，小姑娘看着我，笑道：师兄，这是你后来买的婢女吗？婢女？我没做声，将茶盏放下。什么婢女？
这时我姐姐一旁的小人儿怒气冲冲地走过来，拉我到一旁的空椅坐下。莹儿，这是我的恩人，不可胡言。世子眼神犀利地看向小姑娘，后者委屈地嘟起嘴，哼地转头不理他，反而狠狠瞪了我一眼。随行的老者也轻轻呵斥了一句，不过小姑娘并不理他。我也没走，心安理得地坐着，毕竟这是我家。老者细细检查了世子的伤势，摇头又点头，随后道：你这伤势若换旁人，肯定无可奈何，可偏偏遇到我。这话一出，我和小人儿眼睛一亮。若想恢复，需将双腿打断重接，你可能忍受？自是可以。世子难得激动地看向老者，劳烦师傅费心。老者点点头，我需准备一段时间，有一株药材需我亲自去挖。老者走了，他女儿莹儿留了下来，我把正房留出来，和花大婶住在一起。她很不好伺候，一会嫌这个难吃，一会嫌那个不好，我都尽量满足，只有在世子面前，她才会变得善解人意。镇上人都知道了，我的表哥有了心仪的对象。半个月后，老者回来了，原以为一切顺利，我也由衷为他高兴。可小人儿自以为好心，将其中最重要的一株草药晒了太阳。小人儿已经哭得不能自已，噼里啪啦扇自己嘴巴子。我忍住眼泪，走过去抱住他。世子也难掩失望，可还是招手让弟弟过去，表示并不怪他。一旁的花大婶犹豫地开口：这个什么草，我好像见过。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花大婶。花大婶咽了口水，小声道：我和我家老头年轻时候好像在村里的鸡鸣山见过。花开在悬崖缝里，因为是蓝色的，我印象很深。老者大笑：对，破草喜阴不喜阳，多长在背阴的悬崖处，你说的极对。一切峰回路转，召集了村里的壮汉，我开出每人1两银子的悬赏，只为找到那个破草。大家很激动，纷纷拿起家伙上山。天色渐黑，都没有影响大家高涨的情绪。可天不随人愿，竟下起了雨。鸡鸣山本就险峭，很多人都打起了退堂鼓。无奈我加到了每人3两。我和花大婶互相彼此扶着，走得异常艰难。半夜雨下大了，我们终于找到了破草。身手矫健的年轻小伙绑着绳子，很快就挖到了。拿到手的那一刻，我开心得不得了。上山容易下山难，好几次我都差点跌到悬崖里。有惊无险，我们拿着破草回到了家。我以为他们肯定都歇息了，没想到灯火通明，都在等我。将破草交到老者手上，我才真正松了口气。这时我才后知后觉，身上有点疼。治疗的过程我没参与，因为我发烧了。等我醒来，老者已经带着世子小人儿和女儿一起走了。若不是那只蝴蝶银钗和偏房内魏国侯夫妇的牌位，我都要以为之前经历的一切都是场梦。没关系，我都习惯了，活着就好。我大病一场，花大婶嘴上埋怨，可还是尽心尽力地照顾我。一晃1年过去，我彻底成了媒婆嘴里的老姑娘，嫁不出去了。花大婶有时还会嘟囔，为什么我会没人要，甚至还想花钱为我找个依靠。我制止了，转头为自己立了女户。我依旧卖着我的豆腐，那只银钗也被我藏在了箱子的最深处。很平常的一天，我迎来了不速之客，那个叫莹儿的小姑娘。她依旧高高在上的俯视我，说要带我进京都给世子做妾。我觉得她脑袋有病，拒绝了莹儿的提议后，她思考了半天，表示也可以反过来，我做主母，她做妾。我又问她，这是世子给我的赏赐吗？若真是赏赐，倒不如给些真金白银才最实在。果不其然，她被我气走了。在她走的当晚，我被人迷晕。昏迷前，我想，到底是谁有眼无珠，绑我干什么？再睁眼，我被反绑住，困在木箱里，晃晃荡荡。我知道了，我在船上。眩晕感袭来，我吐了一身。绑我的人打开木箱时，一脸嫌弃。我也不想的，晕船又不是我能控制的。就这样，我强逼着被人喂饭，然后呕吐，循环反复了半个多月，我终于踩到了陆地。他们交谈的言语中，我知道世子扶持5皇子坐上了皇位，贵妃娘娘的3皇子成了乱臣贼子，而劫持我的正是他们，想用我来威胁世子。这群人更是有毛病。想不到我与他的再次见面，
是在如此境况。他长身玉立，已然恢复了最初的贵人模样。我一身狼狈，呕吐的污渍还未清洗，被人用刀挟持着。旁边是那个曾经见过的仙女，我后来才知道，那也是他曾经的意中人。三皇子似是很想捉弄世子，他问他，我和仙女会选谁？这还用选？不要以为他走以后，我没发现他画过的小像。眼见着对面那人举起了弓箭瞄准，我闭上眼，做好赴死的准备。扑哧剑齿没入骨肉，血滋我一脸。我睁开眼，一旁的仙女一脸惊骇，口吐鲜血。架刀在我脖子上的人也突然反水，直接将周围人砍杀。刀光剑影中，我被他护送到世子身边。那人丢下弓箭，拄拐快步上前拥住我，不顾我身上的污渍，将我抱在怀中。蜜儿，别怕，我带你回家。我拒绝了和世子一起回京都。为什么？他问我。我不喜欢，我小声道。人上人的生活确实好，但我只喜欢我的小院。世子沉默了。你会放我走吗？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今日不同往日，他又变成高高在上的世子了，我有点怕他。当然良久，他告诉我。我松了口气，那些不知名的念想终于可以断了。回到镇上，我的豆腐摊生意越来越好，每天数银子数得特别开心。就是晚上一个人太无聊了，想了想，还是成个家吧，有个孩子就不无聊了，要是处得不好，大不了和离，把孩子留下。我找了镇上有名的媒婆，花了大价钱，媒婆按我的要求给我找了几个学文认字的，可基本都是歪瓜裂枣，我不太满意，我都快不抱希望了。又一日，媒婆兴冲冲找到我，说给我找了个好货色，我再也不相信她的话了，就没去。正当我守着摊，昏昏欲睡，熟悉的清冷嗓音在我耳边响起：姑娘为何不来赴约？小生这厢有礼了。世子番外：从天宫掉入地狱需要多久？答案：1刻钟。1刻钟前，我还是天子近臣，身披无上荣耀；1刻钟后，我成了阶下囚后，被人恶意打断手脚。出狱后，朝儿一直以为我是昏迷的，其实我的脑子非常清醒，清醒地听到他说的每一句话。父亲母亲鸩酒封侯，其余奴仆皆被缢而亡。偌大的魏国侯府一夕之间不复存在。我不甘心，趁朝儿不在，爬出破庙，我想去向父亲的结拜兄弟，我的岳父大人求救，我想请他出面洗刷我魏国侯府的冤屈。可我等到的是未婚妻燕儿与我兄弟程旭的亲密出游。我不自觉呕出一口血。我早就应该知道，这世道人心难测，怎会有人真的雪中送炭？撑住我的那一口气泄了，我开始浑浑噩噩。我想一死了之，又在对朝儿的愧疚中清醒，直到沈密的出现。就是这个一面之缘的女孩，让我的父母入土为安，让我的朝儿穿上新衣，吃上饱饭。我也终于找到了可以托付朝儿的人，毕竟现在他还能图我们什么呢？我很庆幸当初赠了他50两，如果可以回到过去，我愿意100倍1000倍的回赠。我不是没有亲戚，我相信求救的信母亲能送的人肯定都送了，可最后竟只有一个小女孩千里之外赶来了。我知道她明白我托孤的意思，可她不愿意。我开始绝食，瘫痪在床，屎尿都要人照料，这种生活我真的无法忍受。她被我磨得没办法，答应了。可后来我反悔了，只辛苦他费劲为我挖的坑。我求他带我和朝儿离开，毕竟京都危险重重，可能还是有人想置我于死地。启程时，听说三皇子麾下有人贪墨军饷，京都一片大乱，我就知道有人故意牵制了京都中人的精力，不然我与朝儿无法平安到达。我猜那是表哥的手笔，他的故乡在偏远的小镇，多年前我随刘嬷嬷来过，我和朝儿终于能暂时安顿下来。是的，暂时，我从没想过要在这里待一辈子。我努力地锻炼左手，即使手腕被石块掉的磨破皮。每当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抬头看看窗外。桂花树下，朝儿和他嬉笑打骂，他笑的声音像是铃铛，清脆的当当作响。我的心瞬间平静下来。他看到我，调皮地将我推出去，捞起竹竿，桂花粒顿时零落满头。那刻，
我突然有点不想走了，可每日祭拜父亲母亲时，我将那点念头又掐死了。待我书信寄于江南谢家后，我能做的只有静静等待。那是我重启人生的第一步。他们终于来了。我知道，就算师傅不来，颖儿也会想来。毕竟，我知道他倾心于我。呵呵，我都要惊叹于自己无耻的境界又上了一层。师傅阅尽千帆，早就知道了我的意图。他看着我，问我是否愿意娶颖儿为妻。我顿了顿，那声愿意却怎么也说不出口。那道风雪中为我求医的背影闪过我的脑海。良久，我才沙哑地告诉师傅，我想和颖儿结为异姓兄妹，照顾她一生。我想，就算师傅不愿意治我的手脚，我有脑子，应该一样可以为父母报仇。我不怕等待。可师傅却哈哈笑出声，拍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道：他原以为我经历巨变，早已迷失本心，可如今还是他认识的那个子言。我也笑了。不，早已不是了。他为我找药生病了。坐在他的床前，我愣愣地看了他好久。我想告诉他，如果成功，除了那只不值钱的银钗，我会给他我所有的荣耀。如果失败，不，我不会失败。表哥已书信给我，启程去西北。我义无反顾地走了。走之前，我折了一支桂花枝，从茂盛到干枯，他陪了我几年。我站起来了，但是终身得拄拐而行。我知道他们在背后给我取外号，叫我铁拐韩，我不在乎，只要能报仇。我又干了件无耻的事，我派人留守在了小镇，一是为了保护他，二搅黄了他的所有婚事。正当我们胜利在握，表哥已登庙台，他却不见了。再次见面时，他小心翼翼地看向我，狼狈不堪。那一刻，我想了100种虐杀三皇子的方法。三皇子玩味般问我选谁，这还用选？我瞬间看到他眼里的绝望，他不想死，他一直都只想简单的活着。为了他的安心，我直接挽弓射杀了烟儿。他满眼的不敢置信，我却觉得好笑。也难怪，从始至终，我从未对他说过喜欢或者爱字。可那时候的我，又怎配说一个爱字？他终于安全回到了我身边。三皇子和其旗下众人悉数被诛杀，我拎着始作俑者的人头去了爹娘坟上礼拜。可我从没想过他会拒绝我。他小心翼翼地问我能不能放他回去。我不想，可我只能答应。看他明显松了口气的样子，我好气又好笑。我想，等我把事情完结，把朝儿安排好，就可以去找他了。表哥是天生的帝王，很快天下乱世就被平复。他很奇怪我的心思，明明面长相算作一般，家世也是一般，为何我就跟着了魔一样？若真喜欢，娶回当妾便是。我瞪了他一眼，不想理他。是啊，都说他现在配不上我，可若是没有他，你们现在都看不见我，我早就成了一具枯骨。当妾，那是侮辱他。表哥又笑，那你不就是想报恩吗？这简单，朕赐他为魏国侯府一妹，享郡主之位，赏良田千顷，如何？不行，怎么能做我妹妹？我想也不想就拒绝。表哥摇摇头，又走了。知道他主动开始相人成婚，我急得在家转圈圈，不仅我急，朝儿知道也急。他告诉我，哥哥，你走吧，没关系，家里有我，我会撑起来的。我欣慰不已，立马辞官。表哥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最后送给我一幅字：百年好合。我笑着接受了。我回到了小镇，踏下马车的那刻，肩膀都松快了。我认识这小巷子每一条路，认识这里每一个人。我知道，我一直都是想念这里的。后来蜜儿好奇问我，是什么开始喜欢他的？我抱着女儿看向正淘气的儿子，却忽然忆起那日他已被围罗，在风月中拖着我往前走，他用脚下的步步为笔，在我的心间刻下他的名字。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个故事再见。